楚长欢，你就不要痴心妄想嫁给王爷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你这种垃圾货色，只配待在阴沟里苟延残喘，不配在阳光中呼吸新鲜空气，更不配拥有王爷这么好的男人。你给尊贵的王爷连提鞋都不配。楚长欢，若不是你殴打母亲，他怎会小产？他小产就是你造成的。你心如蛇蝎，为人歹毒，为人下作，品性恶劣。王爷，小女子恳请您秉公处理，定不能放过楚长欢这个恶毒的坏人。楚若雪，你真是令我佩服啊！你们在后面诋毁王爷乱嚼舌根，竟被你说得如此清新脱俗，别具一格。孙姨娘诋毁我和王爷苟且，不也是骂王爷与人苟且吗？这不是毁王爷清誉是什么？怎么到了你的嘴里便说得如此动听呢？女人与人苟且就是苟且，男人与人苟且就不是苟且了，这是可笑之至。你说我给王爷提鞋都不配，要不你行你来提啊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。在你们眼中，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，你们一点错都没有是吧？你们怎么就这么自信啊？全世界的人都围着你们转悠吗？你们配吗？王爷，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了，如何办您看着办吧。有些人连人都称不上，说多了简直浪费口舌。楚思夜，孙姨娘品行不端，竟敢诋毁本王清誉，令本王蒙羞，本王十分气愤。这种女人，不如休了令去。王爷，贱内陪伴下官10余载，为下官生下一对女儿，纵有不是，也不能一休了之啊！下官回去定会好好管教约束她，让她以后谨言慎行，克己克礼，不要再乱说话。哼，本王念在你知错就改的份上，便饶过她一次。若有下次，本王绝不轻饶。花冠，今天你受委屈了，一切自有本王为你撑腰，你不用害怕任何人。谢谢王爷。你我何须客气啊，早点睡吧，辛苦你了。小何，你为何不去找楚大夫帮你看看？楚大夫收费那么高，我怕我看不起。你告诉小姐你没银子，请她少收点不就行了？可是再少又能少多少？我听说他为王爷治病，收了整整20万两白银，这种病羞于启齿，我不知道该找谁看。我的天，20万两！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刚才说话太大声了，打扰到您了。你们谁生病了？为何不告诉我一声？小姐，是小何病了，他担心您诊金太高看不起，不好意思来找你治病。小何，你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了？我那里长了个毒疮，去找大夫拿了些药，可是吃了之后一直未见好转。小何，有病就要及时医治，这样吧，我免费为你诊治，你觉得如何？小姐，真的吗？可是毒疮长在我的胸部，我好难为情。小何，这有什么好难为情的？你我都是女人，在大夫眼中这哪里不是痣？他抬眼看向小翠和丁香，对门口努了努嘴。你俩去门口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小何，你先躺着别动，我去向王爷讨些药材。小翠，麻烦你去找一下易大人，就说我需要这些药材，如果府里没有，就到外面帮忙买一下。是。想尽一切办法帮他准备些药材，所有费用由本王承担。另外，本王看他极喜欢吃西域产的香梨，本王亲自去那家店铺帮他挑选最好的，今日晚点会送来。他喜欢穿蚕丝做的衣衫，本王也帮他订购了几匹雪蚕丝布料，请了最好的裁缝帮他做10套衣衫，今日晚点也会送来，到时候你都给他拿过去吧。是。关于长欢将要为小何治疗毒疮之事，迅速在叶王府传了开来。当日下午，哇，这么多香梨，我的最爱啊！小何、丁香、小翠，你们赶紧吃啊！这香梨可贵了，这一筐香梨至少要5两银子呢，赶得上我娘1个月的工钱了。你治好了王爷的病，王爷对你可真好。王爷，
你为何送我那么多衣裳？这也太浪费了。不要以为你送我衣裳，我就不搬出去了。你送我一座金山，我也是要搬出去的。还有，以后别送我东西了，送太多了浪费。只要是送给你，便不是浪费。本王20万两银子的枕巾都出了，还缺这点东西，就算将整个夜王府送给你，也是值得的。长欢避开他炙热的目光，不知为何心里便有些发慌，说再这样下去5日后，王爷，大家都将楚大夫当成神医来看待，见到他比见到您还要恭敬呢。据说小何打算以后跟着他当牛做马，服侍他。哼，好嘛，连小何都被他拐跑了，大家都这么喜欢他，甚好，甚好。王爷，属下最近一直留意观察楚大夫，觉得他极有悲悯之心，为人和善，心地善良，聪明伶俐，做人大气，人缘也极好，并非奸诈歹毒之人。属下窃以为他绝对不是奸细。哼，听闻你也偷偷去找他治过病，还治好了多年便秘的顽疾，看来他医术确实了得。什么病症在他眼中都是小菜一碟，连你也被他收买了，都知道帮他说话。王爷，属下前几日确实去找楚大夫治过病，他也确实帮属下治好了多年的顽疾，但是属下对他只有感激之情，并无其他想法。属下对您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，还请王爷您明鉴啊。起来吧，本王又没说你什么，你激动个什么？你们大家都很喜欢他，本王也就放心了。王爷，楚大夫前几日委托了属下一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何事？赶紧讲。楚大夫说您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打算早点搬出去。前几日委托属下帮他找一处带临街商铺的宅子，他打算开医馆做生意。王爷，属下出去找了找，一直未找到合适的，不是价格高的离谱，就是位置太过偏僻。您位高权重，人脉广大，能否帮他留意一下？东方玄烨脸色复杂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几日长欢对他态度疏离，避而不谈搬走之事。他以为他就算搬出去也不会这么快的。这些日子他极力装出尚未痊愈的模样，只为能留他在王府多待几日，多陪陪他。可是他竟然偷偷摸摸让易初去帮他找宅子，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他？他有那么遭人嫌弃吗？东方玄烨想起自己对他的各种好，他却视而不见，刻意回避。难道他也相信他客气的传言，从而嫌弃他？光是想一想，东方玄烨便心里百般不是滋味，一颗心酸痛不已。王爷，易初见他脸色不大好看，忍不住提醒：您人脉广，能帮楚大夫打听一下这附近可有转售的带商铺宅子吗？东方玄烨心里堵得慌，默默地取出一个匣子。易初，这地契你拿着，按照本王的吩咐去做。这位大哥，这宅子看着不错呀，主人为何出售？大概需要多少银子？因主人急需银子，故而急转这套宅子。若您今日能定下书契，售价会便宜很多，为30万两白银；若改日定下书契，则售价为60万两白银。若今日定下书契，3日内交清银两即可。我现在定下书契，真的只要30万两银子吗？你们不会是骗子吧？楚姑娘，书契我们已经准备好，只要您签上字，盖上手印，且在3日内交清银子，这栋宅子和外面的商铺就属于您的了。一回到王府，长欢便径自去找东方玄烨。此时他一袭黑袍，正在院子里舞剑，一把宝剑被他舞得密不透风，一剑指天，剑气喷薄而出，弥漫天际。长欢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满眼都是他绝色倾城的身影，姿势优美，剑法精妙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
傻了？喜欢吗？啊？哦，喜欢。王爷，您舞剑舞的可真好看，真让人惊讶。喜欢什么？喜欢人，还是舞剑？长欢芳心狂跳，红了脸，支支吾吾。都好看。本王刚才见你回来，笑得满脸含春，喜上眉梢。你今日出去，可是遇到什么好事了？不妨说给本王听听。那栋宅子呢是真的不错，不但面积极大，且有4间临街商铺，整整4间商铺啊！我听说光是1间商铺都不止10万两银子，也不知卖家到底出了何事如此着急。这么好的宅子，只卖30万两银子，我估计对方说不定是个吃喝嫖赌的败家子儿。正经人家谁会做出这等败家之事？哼，人家看在本王的面上，将宅子低价售给你，你却说人家是吃喝嫖赌的败家子。若卖家知道你如此诋毁他，非被你活活气死不可。难道非要人家1000两银子卖给你才满意啊？若是如此，明日我便找那人，让他改变主意，撤回书契。哼！千万不要啊，王爷，我只是说说而已啊，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么会诋毁他？我只是觉得价格这么低，让我捡了个天大的便宜，特别开心嘛。那种感觉就和天上掉馅饼差不多。嘿嘿嘿。王爷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你可一定要答应我。唉，果然有求于人，便礼下于人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将本王骗去卖了呢。我的王爷，小女子对您一向很好啊，又不是第一次对您这么好。您才貌双绝，风流潇洒，天下无双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只有您卖小女子的份，小女子怎卖得了您呢？你说是吧？东方玄烨虽然知道他只是在敷衍自己，却还是分外受用。哼，小东西，你不是说本王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吗？老实交代，你是否对本王觊觎已久，早想对本王下手了？我没有。不，你有。你看你，小脸都红得快滴出水来了，还说没有？在他惊愣又慌乱的目光中，樱花般的唇瓣轻轻贴上他娇嫩可人的唇，唇瓣相贴，释放出惊人的吸引力。他轻笑一声，用手固定住他的小脑袋，轻轻含住他的唇，轻啄前吻，情不自禁地逐渐加深了这个吻。辗转反侧，流连忘返，仿佛在品尝人间最极品的美味。长欢脑袋一片空白，瞬间失去了思考能力，心里说不要，身体却实诚得很。就在那一刻，他很没出息地想，这么美的男人，不吃白不吃，先吃了再说。什么不在古代谈恋爱，先放在一边，让他见鬼去吧。长欢感到呼吸困难，快要窒息时，他终于依依不舍地放开他。欢欢，你是本王的，本王在这里盖了印，一辈子都不许你擦掉。少女俏脸醉红，美眸迷离的模样，让东方玄烨心神激荡，忍不住再一次吻了上去。这一次的吻霸道热烈，如疾风暴雨般将他淹没，差点让他窒息。空气中满是甜蜜的味道，长欢意乱情迷，不知不觉在蜜吻中一点点沦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依依不舍地放开他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。你说本王没资格？你竟然说本王没资格？王爷，我要求很高的，我怕你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所以以后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他说什么？他们已经吻过，有了肌肤之亲，他竟然说当着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东方玄烨又急又气又恼，望着他危险地眯了眯眼，让长欢呼吸一滞，心里咯噔一声，难道他的话刺激到了他？这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他宠溺地轻笑一声，弯下腰含住他晶莹剔透的小巧耳垂，轻轻咬了一口，
这家伙撩起人来简直不要命，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动不动就咬人，你是狗吗？他满意的看着他张牙舞爪的模样，眼底的宠溺几乎将他融化，那魅惑至极的笑容撩得常欢心里如同猫抓般难受。欢欢，本王是否有资格？你不试一试，又怎么知道呢？你不是有事要告诉本王吗？本王都是你的人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只要是你提出来的，本王什么事都能答应。王爷，我今日买的宅院一共需要30万两银子，需在3日内结清。上次楚将军府送来30万两白银，刚好可以用来购买这栋宅子。还有你给我的枕金20万两，足够运作了。麻烦你把剩下的10万两枕金结算给我，等宅子买了，过几日我便搬过去。30万两交出去，还有20万两银子运作，好像不太够吧？你上次给的10万两定金还留在骆宇轩的地窖中，还有那些陪葬品，想要卖掉有些困难，毕竟我也不认识什么人脉。20万两现银用来装修商铺购买药材应该足够了，实在不够我可以找找爷爷想想办法。且不说你出去后有没有人敢找你治病，会不会有小小欺负你，光是购买药材置办用品这些事项都要花上不少银子。楚老将军身体好不容易恢复了些，你肯定不能去麻烦他，免得增加他的烦恼。所以除了本王能帮你，你没有其他选择。欢欢，要不考虑和本王合作吧？你在前头为人治病，本王在后面为你撑腰。本王有权有势，人脉广大，对你开医馆也罢，做生意也罢，都是很好的依仗。要知道，这长安城任何一家商铺，凡是能做起来的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势力在幕后保护，否则极难生存下去。若是你和本王合作，那些想要欺负你打压你之人，就算要打压欺负你，也要看看你后面的男人在行事，你觉得如何？他身后的男人，这话听着有点别扭。常欢思考着他的话，面色不由有些迟疑。我这医馆8字还没一撇呢，你想怎么和我合作？这里面的银子除了结算给你的10万两，剩下的就算本王入股的份额。不管以后你做什么生意，开医馆也好，做别的生意也罢，这些都是本王投入的本金。本王出银子，你出力，你我强强联手，一定赚得盆满钵满。王爷，你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银子，就不怕我卷着银子逃走啦？东方玄烨嘴角弯了弯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。你和本王都一起躺过棺材板了，你还能逃哪里去？不管你去到何处，本王都能将你找回来。再说，本王已是你的人了，你舍得离开本王吗？这家伙是不是个自恋狂啊？什么一起躺过棺材板的，听起来真够别扭的。王爷，若由我出商铺和医术，你出200万两银子的本金，你想占多少股份？医馆尚未开张，生意也尚未开始，做不做得起来还是个问题。你欺我3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虽然本王吃些亏，但是考虑到你为本王治过病，对本王有救命之恩，就算本王以身相许也不为过。何况这区区几百万两银子，至于是赔是赚，你不必过虑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开医馆也好，做生意也罢，赚了我们按7、3分成，赔了都是本王的，你不必承担任何风险。再说你医馆新开张，别人不会信任你，本王便是你的活招牌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以后若想做生意，本王可以帮你提供人手甚至场地，不需要你半点操心。总之，和本王合作，你稳赚不赔，不会有任何损失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东方玄烨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只要他们一起合作，以后便有了经常见面的理由。从此以后，他将一步一步将他牢牢抓在手心，让他再也难以逃离。行，那就按王爷您说的办。在我搬出去前，我们俩定个合作数期。另外，除了7、3分成，你还有没有别的附加条件？别担心，
本王善良的很，并非什么奸诈腹黑之人，哪里会有别的条件？不过想让你允许本王每日过去，和你对对账就好了。至于日常经营，你来负责打理就好，本王概不过问，也不做任何干涉。由此，两人之间的合作意向正式达成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恭喜楚大夫，贺喜楚大夫！医馆何时开张啊？我去凑个热闹。预祝你们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你医术如此高明，一定会有许多人来找你治病的。医馆开张怎么能少了本王呢？到时候本王也去凑热闹。沈老兄，小欢欢开的可是医馆啊，你祝他生意兴隆，不是祝大家生病吗？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小欢欢，我们关系那么好，我去找你治病，能不能免费啊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医馆开张还有段时间呢，等我搬了新家，先准备一下再说。到时候你们找我治病，通通半价优惠。不过我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，不希望有生病的那一天。姐姐，你真的买了宅子？宅子在何处？离这里远吗？你什么时候搬到新家去？姐姐，我不想住楚将军府了，我想搬过去和你一起住。宅子就在望江楼附近，待会儿我指给你看看。姐姐明天就搬过去，到时候你收拾东西搬过来和我一起住，以后就让姐姐来照顾你。等我有空也去把爷爷接过来，和我们一起住。好哎，我要搬新家了，我要搬新家喽！我终于能和姐姐住在一起了。哇，这么多好菜，全是本王爱吃的。叶兄，你可真是善解人意，考虑周到，连本王爱吃什么菜都了解这么清楚了。本王今晚要大饱口福。东方玄也无语了，这家伙总是自作多情，着实令人无语。他那是为他准备的吗？小欢欢，来，本王敬你一杯，祝你医馆顺利开张，以后赚了银子成了土豪，可别忘了本王呀。还有，你新家在哪儿啊？我得找个时间去认认门，以后好过去蹭饭。等天赐搬过去后，你下次和天赐一起来认门吧，欢迎来蹭饭。一顿饭热热闹闹的吃完，赶紧吃吧，你若还有什么想吃的想买的，便告诉本王，本王来给你买。这冰糖葫芦真好吃，酸酸甜甜，很是开胃。王爷大人，你也来一串吧，我想要什么，你真的都会给我买啊？当然，本王说话算数，绝不食言。这位公子，买只玉簪送给你家娘子吧。你家娘子长得这么美，戴上这玉簪一定更美，买一只吧。娘子，长欢脸一红，悄悄看了一眼东方玄烨，见他正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，面色不禁有些尴尬。做工真是不错，卖相也好得很，这玉质晶莹剔透，好漂亮啊！哈哈哈，姑娘真是好眼光啊！这可是我家祖传手艺制作，每一件都是精雕细琢做出来的，费时费工。都要了，包起来。王爷，你买这么多玉器干什么呀？难道是要去摆地摊售卖不成？你不是说不错吗？本王见你喜欢，便帮你都买下来，拿回去慢慢欣赏。啊，王爷，要是我说我喜欢这座长安城，难道你也将这长安城买下来送给我啊？只要你喜欢，本王也可以买下来送给你。我说王爷，您是不是人傻钱多，搞得我都不敢乱摸东西了。万一我不小心摸了个美男，你也帮我买回来，那我就谢谢您了。哼，想得美！就算你要摸，也只能摸本王的，不准摸别的男人，否则你摸一个，本王便剁一个，剁了拿去喂狗。我说大人啊，我只是和您开个玩笑而已，您不会当真了吧？谁那么无聊，有事没事跑去摸什么男人？不，只要是你说的话，本王都以为是真的。接下来，长欢看见感兴趣的东西，再不敢随便乱摸了。然而，他还是低估了某人的观察力和洞察力，因为次日一早，当他睁开眼，便发现
凡是他暗戳戳瞅过的东西，东方玄烨无一例外都买了下来送给他。王爷，你们这是要出门吗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今儿起得这么早？王爷，我这不是要乔迁新家了吗？一想到马上就要住进自己的家，我就激动得睡不着。王爷，这些日子叨扰您了，我和丁香这就搬过去了。你以后好好的照顾自己，若身体不适，便来找我帮您看看。小苹果，我走了啊。他好像挺喜欢我的。你喜欢他，带走他便是了。你如此舍不得本王，何不将本王也一起带走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您太重了，我搬不动。王爷，我们这就走了啊。我们过去收拾收拾，再置办点东西。您出门注意安全，就此别过。本王随你一起过去。本王昨日已派人过去帮你收拾整理，该置办的东西都已置办齐整。若还缺什么东西，你便告诉一出，让他帮你采买即可，银子由本王承担。王爷，连这些都麻烦您，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本王不是在同你合作吗？帮你也是帮本王自己。王爷，感谢您帮我将新家布置得如此漂亮，考虑的真是太周到了。以后我一定好好经营医馆，好好赚钱，争取让您多分点银子。你知道本王对你好就行，至于赚钱之事，尽力而为就好，不必太有压力。本王并非斤斤计较之人。再说他也不指望靠他赚钱。去你的房间看看，若不满意便告诉本王。王爷，这边请，房间如何？我很期待呢。我的天，这房间也太漂亮了吧！王爷，这些东西花了您不少银子吧？您以后面列个清单给我，等我赚了钱，一定将银子结算给您。东方玄烨一直注视着他的反应，生怕他有半点不喜。这个卧室乃是他小时候住过的卧房，现在他将这栋宅子交给他，只希望他有朝一日他能发现他对他的好，真心实意地接受他，也不知他何时才能明白他的心意。东方玄烨心底波涛汹涌，表面却波澜不惊。我们是合作关系，谈钱就俗了。王爷，请问合作关系不谈钱的还谈什么？总不能谈吃的吧？我们去看看厨房吧，我要将厨房改造一下，以后做一些这里没有的美食。我跟你说呀，我会做很多很多美食的。等我以后有空的时候，将我会做的这些所有好吃的都为您做一遍。明天开始就可以用厨房做饭吃了。还有，我要让天赐尽快搬过来和我一起住，我还要让爷爷也搬过来，方便我照顾他。医馆什么时候开张比较好呢？让我想一想啊。东方玄烨听着少女兴奋的声音，一颗心也跟着雀跃起来。常欢搬了新家当天晚上，楚天赐背着个包裹，屁颠屁颠搬来楚府常住。楚常欢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去死吧！楚若蝶，你又发什么疯啊？上次你爹揍你还没有将你收拾好吗？楚常欢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害得我生不如死，我今天要和你拼了，我和你拼了！你得了尿崩症。楚常欢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我咒你不得好死，我咒你活不过今年。楚若蝶，明明是你有错在先，却不知悔改，你这一切乃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再说打你的人又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好父亲楚承运，你不去找他算账，却来找我，你是不是被打傻了？楚常欢，是你害得我生不如死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不得好死！楚若雪，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常欢，然后轻轻挥了挥手，指挥众人压着大哭大闹的楚若蝶迅速离去。回来看爷爷也不提前说一声，也好让爷爷为你准备些好吃的呀。你看你都饿瘦了，天赐那个臭小子怎么几天也不见人影，都不来看望爷爷了？再不来爷爷可要生气了，是不是嫌弃爷爷年纪大了不中用了？爷爷，我有时间自然会来看您的，
不用提前打招呼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买了宅院，还带临街商铺，又大又舒适又漂亮，商铺位置可好了，我已搬了过去，天赐也搬了过来和我一起住，我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爷爷，你也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吧，这样我便能照顾到您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的医馆就能开张，等我赚够了钱，就为爷爷您养老送终。爷爷，你可为孙女感到高兴啊？天赐和你在一起也好，你们姐弟之间一定要互相照顾，互相扶持，千万不可离心。爷爷我老喽，不中用了，就不搬来搬去了。我爷爷可是大荣国最有名的将军，只要我为爷爷治好病，爷爷定然再活50年，每顿还能再干8大碗饭。您还是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这个小东西，就你嘴甜。不过这里是爷爷的根，爷爷还是待在这里的好。你们有时间就回来陪陪我这个老头子。欢儿，你又是买宅子又是开医馆的，哪儿来的那么多银子？那银子自然是我为滨江王爷治病赚来的呀，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欢儿，你为叶王治病，他给了你多少银子？笑眯眯地伸出2个指头。2000两，这么多，叶王爷没生气吧？爷爷，不是2000两，是20万两，因为他那病只有我才能医治，他的命比20万两银子可值钱太多了，我总觉得我太过善良，要的太少。你真敢狮子大张口啊！不过我孙女要20万两银子怎么了？哪怕是要200万两，那也是合情合理的。老将军顿了顿，话题一转，可那也不够你买宅子呀。爷爷，我买宅子的时候遇到了个傻子。怎么说？那套宅子呢，是叶王帮我介绍的，要价才30万两银子，说是人家要用银子急着出手。您说对方不是傻子是什么啊？爷爷，我是不是捡了个大便宜啊？楚老将军何等精明之人，立刻察觉出这其中的问题。那套宅子在哪儿？等我身体好些了，一定要过去瞧瞧。就在王府大街上，离叶王府并不远，旁边有个豪华酒楼叫望江楼，地理位置可好了。那不是叶小子他？杨家的陪嫁几个字差点脱口而出。原来长欢口中的傻子竟是东方玄烨那臭小子，他还真够大方的呀。楚老将军让青山拿出一箱东西。欢儿，爷爷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，本是想着留给你和天赐的，如今你医馆开张需要本金，便先给你用吧。爷爷，不用您将家底拿出来，叶王听闻我要开医馆，便提出和我合作，投了200万两银子做本金，等我哪天需要银子了，再来找爷爷想办法。他竟然投了200万两银子，他真的投了200万两，他没骗你吧？爷爷，他怎么会骗我呢？我们是签了合作书契的。爷爷这些东西，你还是拿过去，放起来给天赐留着。爷爷老了，担心哪天老糊涂了，这些东西被那不争气的东西给糟蹋了。那行吧，先放在我这里，我不会动用的。爷爷哪天想要了，再来找我拿便是。若是爷爷不拿走，我都留给天赐。长欢交代完青山，便告辞离去。楚姑娘，紫英姐姐情况不大好，想请您过去看看。紫英姐姐说，您是不会拒绝的。你们都在这儿候着吧，若到了晚上我还未出来，便去通知王爷。小野猫，你来了。是你？那日破庙中救我的黑衣人，当然也是令男人疯狂的群芳阁头牌傅子衣。大人，您这随时男女切换变来变去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有换装癖呢。您这样做不累吗？谁说楚将军府的嫡女是个傻子的？这不挺聪明的吗？不过聪明过头并非什么好事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
本尊劝你还是傻点的好。这位大人您放心，我对那些尔虞我诈、争权夺位的破事没有半点兴趣。就算你告诉我你要做这大荣国的皇帝，我也不会有半分惊讶。谁做皇帝不是做呀？反正不是我做，只要不危及我的利益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也敢说出口，你就不怕砍头吗？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死亡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最终的归途。我也说过那些事和我无关，所以我不会关心。你总不会去向官府告状，说我说过那种大逆不道的话吧？你哪只耳朵听我说过？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竟如此无耻，不过本尊甚喜。这位大人，小女子担当不起，您今日找我过来所谓何事？我的驿馆马上就要开张，我忙得很，可没有闲工夫在这陪你东家长李家短的闲聊。有事快说，没事我就走了啊，再见。楚长欢，和本尊一起聊天，你就这么难受？你今日敢走出这宅院试试？本尊反正闲得无聊，要不去找楚天赐聊聊天，喝喝茶。傅子怡，不要太过分了，否则你死了我也不会帮你医治的。过来陪本尊聊天，说不定本尊一高兴便放你走了。大人，您这儿风景真不错，每天运动身体好。时候不早了。大人，是不是可以让我走了？先陪本尊用个午膳，再为本尊检查一下身体。本尊最近头疾犯了，时不时头晕。傅子怡，你不会在饭菜中下毒吧？哼，本尊若想给你下毒，不用非等此时。不要再啰里吧嗦的，赶快坐下用膳。用完为本尊检查身体。上次随便敷衍本尊，根本就没有用心为本尊医治，否则今晚你便留在这里陪本尊。是不是吃完饭为你检查完身体开好药，我就可以离开？你以为你上次随便敷衍本尊，本尊能不知道？你也太小看本尊了。小野猫，你就这么不情愿和本尊待在一起？因为你让我感到害怕又危险，你告诉我是还是不是？否则这饭我不吃。唉，你为本尊检查完身体开好药，便让你走，本尊绝不食言。他眸光黯然，悠悠叹息。小野猫，若是你从小到大日日生活在担惊受怕中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尊严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随时都会失去性命，时时刻刻都活在恐惧之中，随时都担心被人暗算，甚至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。你也一定会和本尊一样，不再相信任何人。你放心，本尊可以不相信任何人，但是本尊愿意相信你。长欢为傅子怡检查完，抱歉，我无法得知。请问您是否每月都会发作一次？发作起来便生不如死？希望您能告诉我发病的原因，这样我才能帮您制定治疗方案。本尊确实有脑疾，你可有治疗之法？你们可知，我让叶王重新站起来，用的是何种治疗方法？听说你凭几根绣花针，便让叶王重新站了起来。若你信我，我自然也能用银针帮你治疗头疾，但是前提是你需告诉我治病的原因。你们如此遮遮掩掩，恕我无能为力。楚长欢，你将这银针刺入人体，真能为人治病？不会再使诈吧？若主人有任何闪失，我是不会放过你和你弟弟的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所谓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你们若是怀疑，大可不治。另外，我将丑话说在前头啊，我为人治病是要收费的。大人这病呢乃是顽疾，治疗起来颇费功夫，因此大人的诊金乃是50万两白银，治疗前先交25万两定金，
余下的待治疗结束之后再付。50万两白银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这长安城的余神医才收多少诊金？你这也太离谱了。你们也可以去找余神医，我并未强迫你们找我，你们不妨先考虑一下，等考虑清楚再答复我。我医馆的大门随时向你们敞开着，千万别客气。另外，治疗前一定要告诉我得病原因，否则遮遮掩掩我没法下手。小野猫，本尊考虑好便让人来告知你，是本尊去你医馆，还是你来这里啊？大人，若是上门服务，您需再加10万两银子，一共60万两。治不治您看着办，告辞。小乞丐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姐姐，我饿。你拿去吃几顿饱的。我不想要银子，我想跟着姐姐。我能做饭洗衣扫地洗碗，还能分辨药材，我不要工钱，只要让我吃饱就行。我太丑了，别人都嫌弃我丑，不要我做工。你说你能分辨草药？是的，我从小跟师傅学种草药，能分辨上千种草药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你要听话，记住，不能偷窃、撒谎或者捣蛋，否则我便将你赶走。另外，你若好好干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，你的工钱和我府上的其他人的工钱一样，照给不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姐姐，我叫小星星，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。师傅说我今年大概14岁。我从小被师傅收养，在桃花岛长大。师傅说我虽然生得丑陋，眼睛却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漂亮，所以给我取名小星星。可是如今连师傅也不要我了，我只好出来找事做，混口饭吃。你现在不是有我这个姐姐了吗？你跟着我好好干，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没有和我签订卖身契，所以不是奴婢。以后你可以拿我当你姐姐。姐姐，以后我真的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小星星，你头上和脸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？你小时候被火烧过？师傅说捡到我时就是这样，他虽为我用了无数草药，却怎么也治不好我的伤疤。师傅说治不好也没有关系，就算我嫁不出去，他也会养我一辈子。可是有一天，师傅突然失踪了，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能找到他。我想他是不是也嫌我太丑，不要我了。小星星，你师父突然失踪，也许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要去处理了，总有一天他会来找你的。姐姐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臣东方玄烨拜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哈哈哈，叶儿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啊！你终于回来了，朕也终于能歇口气儿了。江山令之事还等着你继续呢。江山令之事，如今可有什么动静啊？臣近期在家养病，并未听说江山令消息，不过臣定会密切关注的。丁香、小何、小星星，你们快来看啊！猜猜看我做了啥？你们要不要试一试呀？这什么呀？我先尝尝好不好吃。你个小吃货，这可不是吃的，是用来洗澡洗脸用的美容养颜皂。小姐，你不说是洗脸洗澡的，我一定以为是好吃的。你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小姐，你真厉害，怎么什么都会啊？我好崇拜你啊！这个拿出去卖，肯定能赚大钱。等医馆开张走入正轨，我便着手大力生产香皂，到时候你们可都有的忙了。当然，等年底分红，我是不会亏待你们任何一个人的。还有，我制作香皂之事，你们先不要宣扬出去，帮我保密，特别是购买的配方，不能对外吐露半个字。三个少女听了他的话，都忙不迭地点头。小星星，你这疤痕，我虽不能帮你恢复如初，却能帮你治个七七八八的，只是时间耽搁太久，需要一些时日，你千万不要丧气。没事了，欢欢姐，
反正我已经习惯了，治得好治不好都没有关系的。医馆开张的前2日，常欢特意备了一顿大餐犒劳大家。王爷，楚大夫说医馆即将开张，今晚特意准备了神秘大餐，请您过去用膳，还说请您务必早些到。你去告诉嬛嬛，待本王处理完手头的事便过去。恭喜楚老板，贺喜楚老板，医馆即将开张了，礼物先行奉上，本王顺便来蹭个饭，祝楚大老板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日进斗金，大展宏图。完颜小王爷客气了，说什么蹭饭不蹭饭的，完颜小王爷大驾光临，真乃蓬荜生辉，不甚荣幸。这哪里来的花孔雀，脸皮比城墙还厚，真不要脸！救命！救命！鬼啊！完颜哥哥，那不是鬼，是小星星姐姐，你个胆小鬼，真丢脸呀！喂，你怎如此胆小？信不信我夜里从你床底下钻出来吓死你？我说，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啊？我丑怎么了？又没去你家蹭饭，就你头发多，跟田间杂草似的。不是，你这孙容影响本王食欲了。影响怎么了？饿死你算了。哟，叶王爷，你也来蹭饭了？哎呀，你气色越来越好了。王爷，您来了，还扛着烤全羊来，是怕我虐待您，让您吃不饱吗？东方的烤全羊很是不错，本王特意让一厨订了只送给你尝尝。若你喜欢，下次再帮你订。你所说的神秘大餐，本王甚是期待的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吃饱。听说王爷为国事操劳，日理万机，平时记得按时吃饭睡觉，节日后还有一次针灸治疗。你这是在关心本王吗？嬛嬛，这几日你辛苦了。楚大夫，这是在下一点心意，还请笑纳。恭喜楚大夫医馆即将开张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谢谢沈大哥，请你过来吃顿便饭，你也太客气了。晚膳已备好，请各位移步到膳厅用膳。小星星原本应该生得极好，不知何故遭受火灾变成这样。以后我会配些药帮他治疗疤痕，虽不能让他完全恢复，但恢复的七七八八还是可以的。你想做便去做，本王支持你。不过以后留在身边之人最好知根知底，本王不能时时陪着你，不想让你有任何危险。玄烨兄，你放心好了，你的合伙人我又不傻，我不会有危险的。跟我合作，你吃不了亏，上不了当，保证让您赚得盆满钵满，不会后悔与我合作的。玄烨兄，他拿他当王妃，他竟拿他当兄弟。众人正吃得欢畅，冰箱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一位自称大公主的人来了。大公主东方昭华？她不会也来蹭饭了吧？王爷，难道是您邀请大公主来的？本王和她不熟，未曾邀请过她。你们吃饱了撑的吗？没事跑这里来丢人现眼。对啊，我们在用晚膳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不会是来蹭饭的吧？我们还未吃完呢。你们要不要吃点残羹冷炙啊？楚老板做的菜可好吃了，保证你们蹭过一次后啊，还想蹭无数次呢。完颜查查，你以为大家都像你一样到处要饭吗？你才到处要饭呢，你全家都到处要饭，能要到饭那才是本事呢，你能要的吗你？叶哥哥，你也在这里呀？这儿不是楚长欢的府邸吗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本王还没问你呢，你来干什么？没事赶紧滚，别打扰本王用膳。楚长欢，本公主今日来是有事找你，听说你要开医馆。楚长欢正要答话，却见东方玄烨黑着脸厉声问道：他开不开医馆和你有关系吗？东方昭华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撑得慌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叶哥哥，我今日来确实有事。前几日一些名门闺秀联名找到本公主，说是楚将军府逐出家门的傻子要在长安城开医馆，他们担心一个傻子开医馆会败坏大家闺秀的名声，导致他们以后嫁人困难。
故此便请本公主前来当说客，让她不要开医馆了。敢问公主殿下，我开我的医馆会败坏谁的名声，会导致谁嫁不出去？感情我的所作所为会影响这世上所有女子出嫁？我是他们的爹还是他们的娘？他们嫁不嫁得出去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个理由怎得如此牵强可笑？请问我有那么大的魅力吗？是啊，楚大夫开医馆那是治病救人，怎会影响别人？这未免太可笑了些。嘿嘿，楚老板说不定是专门负责牵线搭桥的月老，你一开医馆，这世上的女子啊便都嫁不出去了。肯定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世上女子需遵从3从4德，恪守本分，谨遵妇容妇德妇严以及妇公之要求，在后院相夫教子。你一个传言中人事不知的傻子，从未学过医术，也不通药理，却要在长安开医馆，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，不是败坏大家闺秀的名声是什么？哼，敢问公主殿下，我玩弄谁的人命了？我用医术救活叶王爷，他不正在你面前活蹦乱跳的吗？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并不代表女子不能治病救人。我有无学过医，难道要我敲锣打鼓告知这世上的每一个人？砰的一声巨响，山厅中的众人都吓了一大跳。银叶哥哥，我哪里说错了吗？这并非我的意思，而是那些名门闺秀的意思。我只不过代表他们来向楚长欢讨个说法而已。毕竟我是大荣国的长公主，乃天下女子的表率。天下女子的表率？就你这种货色，东方昭华，你在教训别人前，怎么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？3从4德，你又遵守了哪一条？天天带着一群面首招摇过市，让人戳脊梁骨，你还有脸在这里教训别人？你是大荣国的长公主是没错，可你是天下女子的表率吗？这样的话，你怎么说得出口？天下女子都要学你，那才真是嫁不出去了吧？昭华公主气得眼圈通红。楚长欢用其高超医术，令本王起死回生，让本王重新站起来为朝廷效劳，这还不是治病救人是什么？楚长欢要开医馆，那是本王的建议，他的医馆本王也投入了1半的股份，谁敢阻拦他开医馆，便是和本王作对。本王倒要看看，哪个不长眼的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偏要在本王头上作威作福。本王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东方昭华，本王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惹怒了本王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不愧是叶王爷，在下敬你是条汉子，本王对你钦佩的五体投地。东方玄烨，你堂堂大荣国叶王爷，竟要和一个被逐出门的傻子开医馆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本王做什么和谁开医馆，需要告诉你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没事赶紧滚，别在这里碍着本王的眼。叶哥哥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那些大家闺秀的联名举报，我便不管了。不过，我也要善意的提醒你，这个医馆能否开起来还未可知。毕竟楚长欢名声在外，乃是世人眼中什么都不懂的傻子，就算开起来，也一定不会有人来找他看病的。小心你投入的银子打了水漂，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。东方玄烨冷哼，对他的话嗤之以鼻。本王的事还轮不到你来瞎操心。楚长欢，本王有点事找你，借不说话。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。之前在群芳阁我不小心认错了人，揪了你的头发，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已向你赔礼道歉过，你不会还在耿耿于怀吧？楚长欢，你我小时候定过娃娃亲，可后来因为你是个傻子，我父亲便和你爷爷取消了婚约。再说本王对你没有任何兴趣，请你不要再对本王有任何非分之想。这位王爷，
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对你有非分之想了？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会？就算我再饥不择食，也不会看上你这种货色吧？你姐姐楚若雪来找过本王，说你一个被逐出门的傻子去开医馆，会让楚将军府蒙羞，更会让楚将军府在大荣国抬不起头来。希望本王看在你和本王定过娃娃亲的份上，过来劝你适可而止。全霄王爷，请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说实话，我一看见你就犯恶心。我开不开医馆是我自己的事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就算我一不小心致死了人，那也是我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。你好走不送啊！再见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夜幕降临，微风徐来。怎么，这就被打垮了？非也非也，王爷今日霸气侧漏，简直帅呆了。有王爷为我撑腰，我便能横着走，我怕谁啊？嘿嘿。好，你明白就好。本王和你一起开医馆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有本王为你撑腰，你不必担心。哎，话虽如此说，不过如何经营医馆，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的。你投入那么多银子，我生怕经营不好让你吃了亏。这段时间我都在思考如何经营医馆之事。亏本还是赚钱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那怎么行？做生意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要是一开始就想着亏本，那还做什么？不如躺平睡大觉。其实若你真想躺平睡大觉，也未尝不可。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，只要你愿意，本王养你便是。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便养着我？我的王爷呀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没错，可你不是已经支付诊金给我了吗？你并不欠我什么呀，我怎能因此赖上你呢？我可不是那样不要脸的人。东方玄烨闻言哭笑不得，同时又有点难过。其实他是真的想养他的，只是怕说出口把他给吓跑了，所以他不敢轻易说出口，一直患得患失。王爷，这段时间我一直想和你仔细聊一聊，我有些话想告诉你。东方玄烨满怀期待地望着他，悄咪咪屏住呼吸，一颗心怦然乱跳。什么话？你说便是。我仔细考虑了一下，我想采取饥饿营销的方法来经营医馆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饥饿营销？怎么说？你且听我说给你听。我这样给您解释吧，我观察了一下长安城的普通医馆，大夫从早忙到晚接待不同的病人，望闻问切，开药煎药，包扎伤口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诊金一般是1至5两银子，是也不是？当然，上门看诊，持续治疗会比较贵，大概几千几万的不一而足。而我们的医馆，我不想那么累，又想赚大钱，所以我决定不看普通病症，只是疑难杂症。每日上午限量5人，超过5人不再接待。至于治疗疑难杂症的诊疗费，起步价为5万2白银，上不封顶。所有诊疗费治病前支付一半，剩下的治疗结束后支付，治不好全额退款。您觉得我这个定位怎么样？起步价5万2白银，还上不封顶，会不会太多了？本王担心一般人承担不起。一般人当然承担不起，若不是一般人呢？得疑难杂症之人那么多，我有把握治好不少顽疾。您就等着白花花的银子向您涌来吧，和我合作，你一定不会后悔的。想做就去做吧，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本王都无条件支持你。只是本王有一点十分好奇，你这些鬼灵精怪的想法到底是从何处而来的？王爷，若是我告诉你，陪葬夜那日我死而复生时拥有了前世的一些记忆，你会信我吗？本王自然相信你。王爷，你不拿我当怪物吗？我真的不会被别人当怪物绑去烧死吗？你在本王心目中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没有人可以替代你。你放心，本王不会拿你当怪物，更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。本王定会护你周全。王爷，您的面具、玉簪、腰带、发冠这些我取回来了，你要不要拿回去用啊？本王送出去的东西，几回拿回来，送给你，便是你的。
可是这些男人的东西我用不了了呀。那就留给本王以后用。王爷，以后是什么时候？以后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